我帮了你，你能答应给我解骨吗？别怪我，我不想死。李王妃，这又是什么把戏？楚东义从一群黑衣人中漫步走出，手里还拿着顾云熙在路上留下的记号，是一朵金菊。三皇子，我帮你将他困在这个地方，难道还不够让你给我解骨？你给我下蛊也不过是为了对付他，从头到尾你的敌人都是他，我只是区区一个弱女子，我的夫君过去也从不问世事。若不是玄王爷一直逼着阿离，他根本不会参与朝政，更不会去打仗，他只想做一个闲云野鹤般的悠闲之人。三皇子，小女子无才无德，也只是想和阿离做一对神仙眷侣。你能不能看在我替你将玄王爷困在这儿的份上，给我解蛊？顾云熙，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？那你要如何才能相信呢？除非你在我面前亲手杀了他。我没有这个能力。他摇头，满心慌乱。君夜璇却始终只是安静地看着他，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。我答应你，事成之后，我一定替你解蛊。顾云熙垂眸看着被扔到自己脚边的短刀，犹豫了好一会儿之后，他才弯身捡了起来，回头看着君夜璇，却迟迟没有动静。楚东义挑眉，为何还不动手？我怎么可能会是他的对手？回头那一刻，却见君夜璇正迈步向他走来。顾云熙吓得慌忙后退。是不是我让他插一刀，你就会给他解蛊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但这一刀，必须是插在你玄王爷的心脏上。一言为定。顾云熙吓得手一抖，哐当一声，短刀落在地上，想要捡起来，却又仿佛怕极了他会忽然对自己出手，犹豫间已经又退了几步。别过去。君夜璇看着他，目光直勾勾地望入了他的眼眸深处。过来，我不会伤害你。君夜璇依旧盯着他的眼眸。不要冒险，不管计划是什么，都不要冒险，他无法承受失去他的风险。别过来！顾云熙终于弯身，将地上的刀子捡了起来，刀口对准了君夜璇的胸口。身后不远处，楚东义好整以暇地看着这个狡猾的女人。四皇兄，对不起，我只是不想死。呲的一声，那把短刀狠狠刺入君夜璇的胸膛，这位置刺得分明是他的心脏。楚东义镇住了，他们所有的人也都是惊得目瞪口呆。这女人真的对玄王爷下狠手。君夜璇低头看着插在自己胸膛上的那把短刀，眼底依旧没有什么特殊的情愫，甚至好像都没有意外，也没有生气。你给本皇子站起来！你有想过吗？你深爱的女人对你毫不留情。堂堂玄王爷，竟是这个下场，竟是这个下场！山腰处，一名探子冲了上来，急道：“少主，12期的人到了，我们的死士拦不住。”他们来了，有什么用？他们的王爷活不成了。是吗？身后那个原本一脸惊恐的顾云熙忽然冷冷道：“少主，你是不是不忍心下手？既然少主不忍心，那就由属下来下手吧。”杨怡忽然一个转身，一跃而起，一掌照着床上那道身影拍了下去。身后楚东义眉心紧皱，在杨怡出手那一刻也一跃而起，挡在床前。啪的一声，他接了杨怡一掌。杨怡退了2步，楚东义却在落下的那一刻腿一软，竟咚的一声单膝跪在地上。少主，你现在知道我为何不出去了？我连你都打不过，我出去又能如何？
你以为我还能和君夜璇好好打一场？少主，你不回去，西陵那边有传说，说你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太子和二皇子还在争斗，没了少主，太子的势力越发强大，二皇子斗不过太子一党的。少主你再不出现，太子或许就要篡位登基了。少主，我现在这样，回去又能如何？楚东义靠在床头木柱上冷笑：你走吧，我在这里很好，以后没什么事儿不要再来打搅我。在无人在意的时刻里，床上的姑娘已经醒来，此刻正坐在床上怔怔地看着他们。顾云溪醒了，倒是醒得及时。水，没人理会他。顾云溪皱起了眉，身体依旧很难受。刚才坐起来已经耗费了他几乎所有的力气。他看着楚东义的眼神渐渐变得暗淡。我想喝水。楚东义抿了下唇，终于一挥手，桌上的茶壶落在了他的手里。他将茶壶递到顾云溪的跟前。你是谁？楚东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是冷冷看着他，用冷漠掩饰了自己的意外。顾云溪，你又在玩什么把戏？顾云溪。顾云溪皱起眉头，喝完2杯水之后，总算是有些力气了。他抬起手，揉了揉自己的眉角。我叫顾云溪。楚东义没有再开口，依旧只是冷冷地盯着他的脸。角落里的杨一却终于忍不住了。少主，你别再被这女人骗了。楚东义眸色一沉，杨一的话勾起了他不太愿意想起的回忆。他前前后后已经被这女人骗了3回，事不过3，可他如今竟然还能安然无恙地活在自己的人生中。拿着茶壶的手指慢慢地在收紧，差点就将茶壶给捏碎了。你问我是谁？我是你的夫君，穆其年。杨一心里有很多不满，有很多委屈。等离开那间木屋，走到院子里的时候，杨一才忍不住怨念了起来。少主，你怎么可以将你的名字告诉那女人？穆其年才是少主的名字，至于西陵3皇子这个身份，在少主的人生里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。少主真的叫穆其年，不是骗顾云溪的。就因为少主不是在对顾云溪撒谎，杨一心里才更加委屈。少主，你真的相信那女人忘了一切吗？她只是在骗你。杨一不敢乱说话，可有些话真的差点就脱口而出。都被骗3回了，少主还不长点记性吗？少主，七年，你还想在我面前装多久？穆其年冷冷哼了哼，忽然抬起手，一掌送了出去。穆其年这一掌送出去，但那一掌并没有落在顾云溪的身上，而是一掌朝身后送去。与此同时，顾云溪也拿起身旁一个什么东西，用力地向他砸去。可他的目标也不是他，而是他的身后。穆其年身后的窗户边，一个黑衣人手持长剑，刚从窗户扑进来。长剑刺向的是穆其年。七年，当心！顾云溪快步上前，斜斜一掌袭向黑衣人的手臂。可他没想起来，自己刚醒来，根本没什么力气。那一掌落在黑衣人的手臂上，黑衣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剑尖依旧刺向穆其年。穆其年掌下蓄上了真气，冷眼看着即将到面前的那把长剑。但他没想到，顾云溪一掌没能阻止黑衣人后，竟当机立断，用自己的身体撞向黑衣人。黑衣人眉心紧皱，这个女人不是他要刺杀的对象，可他一再阻拦，
黑衣人瞬间被惹怒了。那剑尖在即将刺中穆其年的时候，忽然方向一变，改向顾云溪刺去。顾云溪哪里料到会这样，一个不慎，那剑尖离自己的心脏就只剩下不到1掌的距离。这么近的距离，以他现在这状态，根本没有逃脱的能力。最后一刻，他吓得闭上了眼睛，急呼道：“七年！”穆其年手一挥，咔的一声，黑衣人的长剑在即将刺中顾云溪之前脱手而飞，狠狠地扎入了不远处的木桩里。黑衣人转身破窗而逃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穆其年似乎也没有要追的意思，他慢慢地走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下，安静地看着顾云溪。你放他走，他已经发现了你的行踪，万一带回新的仇家来怎么办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躲在这里？你既然说你是我的夫君，为何却如此讨厌我？他刚才都不想救他呢，但最后他却还是出手救了他。是讨厌他，却又没想让他死，很复杂的感情。你猜是为什么？穆其年靠在椅背上，冷眼看着他。顾云溪实在是不想猜，但他现在这种情况，很多事情若是不弄清楚，以后日子无法过呀。好一会儿之后，他才瞅着他，嘟哝了下嘴：“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？”哼，你终于想起来自己做过什么了吗？顾云溪吐了一口气，有些无奈地摇摇头：“想不起来，不过你这模样，只怕我做的事情还挺严重的。”他的目光下意识落在他腿上，穆其年顿时脸色一沉，下意识将右腿往回收。“该不会真是我害的吧？”他说他昏迷了1个月，而他这腿看着呢也像是新伤，时间上似乎能对得上，可他到底做过什么让他伤成这样？说到自己的腿，穆其年的脸色非常的不好。虽然他看着顾云溪的眼神很淡，可顾云溪却愣是感觉到那眼神冷的刺入了骨髓那般。你看出来什么？虽然你看起来走路的姿势并没有不对劲儿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你每走一步都很疼。穆其年不说话，只是眼底的寒霜又添了几分。既然知道是你害的我，就该知道我不会轻易放过你。少主，用这样的方式试探他，所以你的结论呢？属下依旧看不出来，可属下相信他一定是装的。这次试探的确什么都看不出来，顾云溪甚至为了救少主差点受伤，看起来就像是真的没有问题那般。少主，你为何一定要将他留在身边？难道你还打算利用他对付君夜玄？若真是这般，属下将他带回去关起来，可好？穆其年眸色一沉，所以我的事情如今是需要你来安排了。杨毅心头猛地一震，所以少主的意思是，他还是打算将顾云溪留在身边？他真的相信顾云溪失忆了吗？少主放心，这种事绝不会再发生，请少主原谅。穆其年迈着缓慢的步伐走出院子。穆其年走到树边坐下，看着远方的海边，掌心在慢慢收紧。顾云溪，他的确该让杨一将他带回去囚禁起来，等到该用的时候将他拎出来威胁君夜玄，可他竟是不愿意。少主，晚膳已经准备好了，要送到少主房中，还是在屋子外间？去外间。他径直回了房间。那女人既然醒了，晚膳也该喊上她。杨一，他受伤了，快去。话还没有说完，竟然看到顾云溪从杨一的身后钻出脑袋，在看着他。谁受伤了？
我之前跟梅大娘一起看他们宰杀野猪，不小心沾上的血迹，我还没有来得及清洗，抱歉啊，我没有受伤，真的让你担心了。你以为我会担心你？杨一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眼神慢慢暗淡了下来。他有些不安，却又说不清楚到底在不安什么。刚才在少主眼里看到的，真是焦急和担忧吗？少主以为顾云溪受了伤，竟如此惊慌急躁。少主不是恨顾云溪吗？顾云溪就算死了，少主也不该有什么情愫才对。他为什么要担忧？你弄这个做什么？我不习惯睡觉的时候敞着门。穆七年眸色一沉，这女人当真觉得今夜他们会睡在这里？顾云溪在门口折腾了好久，有几颗木钉子位置太高，他想去搬个矮凳过来，但对这里的一切并不熟悉，也不知道矮凳子在哪里。顾云溪愣了下，抬头便看到头顶上方有一双手扶着木门，将最高那颗木钉子钉了进去。七年，他回头果然看到穆七年就站在自己的身后。顾云溪心头一喜，顿时笑得眉眼弯弯的。七年，你不生气了？穆七年没说话，脸色冰冷，将最高处的木钉子钉上去后，又取来几颗长钉，轻而易举的就将顾云溪折腾了好半天却依旧弄不好的木门彻底修好。你好厉害啊！还有，这一双手真的好漂亮，好像是模特的手。以后发脾气不要砸东西，你看砸坏了还得自己去修补，多麻烦啊！穆七年眉心轻轻皱了皱，这女人是在嘲笑他吗？所以刚才帮他修好木门还是错了？你真的是我的夫君吗？不信。你一点都不喜欢我的样子，怎么会与我成亲呢？你是想让我证明我喜欢你，所以你如今是在邀请我证明给你看。你不是要证明给我看吗？你以为我……顾云溪竟忽然抬头向他凑了过去，穆七年心头一紧，立即放开他，猛地退了2步，瞪着他的眼神恶狠狠的。你要做什么？亲你啊！顾云溪一脸无辜，不过刚才呢，当然不是真的要亲他，只是想试探一下。他竟然被吓到了。你当真是我夫君？你连我亲近一下都觉得害怕，所以这什么夫君的身份，假的吧？可是为什么要骗我？穆七年没想到这女人刚醒来就如此的理智冷静，腿上的刺痛让她很快的就冷静了下来。试问谁会对一个刚进门就和别的男人一起对付自己的女人动真情？和别的男人一起对付你？顾云溪脸色微微的变了变，莫名的有些不安。你的腿真是我害的？顾云溪双手抱住自己的头，一张小脸迅速的纠结在一起。从一开始像是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，渐渐的竟痛得像是有一把火在脑袋瓜里面燃烧了起来。很快，那一把火变成一把一把锋利的刀子，一刀一刀的扎入他的脑袋里。疼！七年我好疼！穆七年迟疑了片刻，终于走了过去，想要将他扶起。可疼痛中的顾云溪根本没有任何理智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臂，用力一扯。穆七年没想到他力气会这么大，被他拉了一把，腿上一阵刺痛，一个不慎竟咚的一声摔倒在地上。一张俊脸顿时气的是乌云密布的，更气的是自己这没用的腿。这女人失忆，和她身上的蛊毒是不是也有关系？如果将蛊毒解开，是否就能恢复记忆？他抬起手轻轻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，为什么之前脑袋会痛成那样，像是要炸开一样，简直是痛不欲生。七年，穆七年不理他，
顾云溪只能自己扶着床头的木柱，慢慢地坐了起来。他轻轻揉了揉额角，想要从床上下来，门外却传来一阵脚步声。杨一在敲门。公子，药熬好了，要送进来吗？拿进来。这么完美的夫君，他竟然不喜欢，竟还要和其他人一起伤害他。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脑袋瓜坏了是对的，要不然怎么会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啊？自己过来，凉了药效不好。哦。顾云溪从床上下来，慢慢地向他挪去，却见穆其年拿了个银针往碗里的药探了探。啊！顾云溪有些愕然。你怕杨一会毒害我？我没事了，这药我不想喝，太苦了。良药苦口。难得的穆其年愿意对他说一句温和的话，但顾云溪还是不愿意喝，将药碗放了下来。他道：这药只会让我凝神静气，但事实上我心平气和，真的不需要。我的头痛症也不是这药能治好的。也就是说，受了苦还一点用都没有，所以这药呢，不喝也罢。顾云溪伸了个懒腰，转身朝门外走去。我饿了，我想去烤野猪肉吃。公子亲自给你熬了1个时辰的药，你竟然不喝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不是你端进来的吗？以后不再伤害我，你可能做到？我不喜欢你，至少现在不喜欢。我对你并没有特别的感觉，你确定你要跟我过日子？你对我没感觉，只是因为你失去了记忆。从前，我俩的感情是很好的。那为何我会和别人联手伤你？这可一点都不像是感情好的样子。这丫头还真是一点都不好骗。他没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。他若解释，倒是显得有些焦急，要他去信服。那日回去之后，穆其年对顾云溪的态度似乎有了很大的好转。我对你没有什么印象。所以我还不能接受你与我是夫妻的这个身份。住在一起什么的，自然就有些不自在了。穆其年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坐下的时候，眉心还是忍不住轻微皱了下。大夫怎么说啊？我自己就是大夫。我觉得我也是大夫。你的腿好美啊！穆其年眸色一沉，有些愕然。这话算什么鬼？这腿型真的是太好看了。21世纪。顾云溪眯了眯眼，脑袋又开始隐隐有些抽痛。他吐了一口气，赶紧收回心思。不要去想，也不能去想，否则头又开始疼。不许！穆其年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眼底就掠过了一丝讶异的光泽。被他这么一推，竟然好舒服。穆其年低头看着坐在自己腿边的姑娘，他修长如玉的手指在她的腿上轻轻地推拿，原本十分刺痛的腿，在他的推拿之下，竟变得有些舒服。放开！顾云溪知道他生气了，但他只是松开那2个地方，并没有放开他的小腿，改而换到其他地方又摁了下去。我不想生气，现在把手拿开。你的腿经脉并没有受损，其实问题不大。这是顾云溪刚才给他测试的结果。穆其年依旧垂眸看着他，不说话。你一直疼是因为里头残余了东西，压住神经了。如果我说我可以给你治好，你信我吗？为何不信？我以前医术很好。他指的当然是自己失忆之前。穆其年点了点头。顾云溪吐了一口气，笑道：那你愿意让我治吗？我真的可以帮你，只要你愿意。不过我需要一些工具，我得先去找一个心灵手巧的工匠。这话刚说完，顾云溪的脸色忽然变了变。
他纤细的身子微微晃了晃，手伸了出去，想要抓住什么，可却什么都抓不住。痛！头又开始痛了，完全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顷刻间疼了起来，很快就疼得让人无法承受。好痛！一阵剧痛袭来，顾云溪只觉得眼前一黑，身体软软的倒了下去。他身上的蛊毒发作了。穆其年在顾云溪倒下的时候站起来将他一把抱起，腿还是很痛，尤其将他抱起来的时候，虽然他不重，却也还是有重量压下来，这么一压，腿便更加的刺痛难受。穆其年忍着剧痛将顾云溪抱到床上放下，刚松开手就被迷迷糊糊的顾云溪一把抓住大掌。疼！我知道，白檀教的少主穆其年，你和楚东义是什么关系？当日和希儿一起落崖的人是楚东义，如今和希儿在一起的人却是他。难道白檀教的少主就是西陵三皇子？玄王爷如此聪明，这个问题何须我来回答？君夜玄冷冷哼了哼，抱着顾云溪转身离开。押回去。是。说他头痛欲裂，你们无人医治，便来找我，我可以让他安静。你说什么？顾云溪果然没受什么伤害，甚至可以说他被照顾得很好。蛊毒解开了吗？属下无能，属下不知。王爷。燕一和燕北从外头回来，燕北退到旁边，燕一轻声道：“11的消息回来，依旧没有找到穆弘日。至于穆其年是不是楚东义，这件事，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证据来证实。继续派人去搜查穆弘日的行踪。”是。王妃目前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碍，至少没有受伤。至于其他，还要等王妃醒来才知道。王爷，属下等先告退。扫了蓝渊和燕北一眼后，燕一率先走了，燕北和蓝渊也紧跟着从寝房里退出去。顾云溪用力挣扎，却始终无法将身上的人推开。他就像是一座大山，无论他如何努力的去推，他都岿然不动。放开！别乱动。男人低头吻住她的薄唇，明显无法抑制自己的冲动。大掌从他的腰间滑落，将他一条腿抬了起来。顾云溪猛地睁大一双眼睛，虽然什么都看不见，可他知道自己正在遭遇什么。不！他开始疯狂地挣扎，男人的气息好像很熟悉，却又似乎很陌生。但他知道一定不是穆其年，其年不会这样对他的。放开我！好不容易挣脱了他大掌的禁锢，他双手抵在他的胸膛上，碰到的那一刻却被吓得差点要将手收回来。他的身体好烫啊，就像是一团火焰那般。终于醒了吗？君夜玄低头又在他的脸上吻了吻，天知道他刚才忍得有多痛苦，一不小心缠上便一发不可收拾。可他还在等，等他清醒之后，真真切切、实实在在地感受他。既然醒了，那继续。顾云溪想说什么，薄唇却再次被他封住。他的气息太过于强悍，滚烫霸道，有那么片刻，他的脑袋瓜里一片空白，直到明显感觉到他和自己的距离已经接近到随时都会变成负数。放开我！顾云溪这次是真的慌了，不仅用力在推，还努力的想要将自己的腿收起来，这反抗的力气分明是毫无保留。
快一点，让本王进去。你是谁？放开我！顾云熙挣不脱，气得抡起拳头，用力砸在他的胸膛上。放开！睁大眼睛，看清楚本王是谁。身上的男人像是疯了一样，搂着他纤细的身子，恨不得将他揉进自己的身体里。这个疯子！希儿，放开我！别乱来！君夜璇吓了一跳，肩头上的伤他根本不在意，可他手里的簪子却将他细嫩的肌肤给刺破了。不要过来！你看不见？那双眼睛完全没有焦点，他无法视物。是他害的，本王不碰你，别乱来！告诉本王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的眼睛……我要见到穆七年。你要见谁？你再说一次。我要见穆七年。本王可以让你见他，不过，在见他之前，你必须回答本王的问题。你……本王的耐性有限。你说。君夜璇盯着他的脸，这张脸他思念了多久，可现在却因为有他在身边，吓得脸色惨白，吓得瑟瑟发抖。你是不是忘了本王和你的一切？别过来！你最好别再弄伤自己，否则你流一滴血，本王会让穆七年付出100倍的代价。你若刺自己一下，本王也会用刀子在他身上刺100个窟窿。不信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我没有伤到自己。你什么时候让我见到七年？把簪子放下，本王与你好好说说话。我不。别试图考验本王的耐性。他已经冷静了，正因为冷静了，对穆七年的恨更深。伤害自己来惩罚别人，能被你惩罚的，都不过是关心在意你的人。你就是君夜璇。穆七年告诉你的。顾云熙点了点头。所以他告诉你，本王是十恶不赦的坏人。那该死的混蛋还真懂得骗小丫头。他说我和你一起想杀他。哼，倒还有些自知之明。让兰渊来给你看看眼睛，可好？不许任何人碰我。他只是个大夫。那也是你的人。你到底要如何才愿意让兰渊给你看看眼睛？忘了他，虽然让他心碎了一地，但君夜璇这个人做事呢，一向是理智的。失忆既然已成事实，那就只能慢慢的让他想起来。除非你让我见到七年。哼，本王的脾气没你想象的好，你最好别再惹本王生气。我无意要惹王爷你生气，只希望王爷离我远一点。再想如何拿到这扇门的钥匙。这位玄王爷真的好可怕，不好骗。下次跟本王亲热的时候，开口向本王要，未必不会给你。里头传来一点动静，顾云熙心里十分焦急，不再理会君夜璇，摸到门边，快步走了进去。七年，地上有东西，别再往前走。你，顾云熙一个不慎，竟被君夜璇扯入怀中，他用力挣扎。你放开我！信不信本王现在就给穆七年2刀？顾云熙瞬间安静下来，任由他轻轻地拥着自己往里头走去。七年，我在这里。君夜璇的心脏一下子就被刺痛了，因为这份剧痛，竟忘了去阻拦，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冲到了穆七年的跟前，将穆七年一把抱住。七年，对不起，他是为我而来的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再不放开他，本王现在就杀了他。顾云熙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往穆七年怀中躲去。穆七年想要将他护在怀里，
奈何他双臂被绑在木桩上，无法动弹。别怕，他不会伤你。你怎么样？他们有没有为难你？看来你真的当本王在跟你开玩笑。君叶璇的声音上一秒似乎还很遥远，下一刻却已经来到了他的跟前。顾云熙来不及惊慌，人已经在一股强悍的力量之下被带入了君叶璇的怀中。放开！我没事，你跟他回去好好休养，他不会伤害你。本王与他的事情不需要你多言，送他回去休息。我不走。还能这样呢？王爷对他是不是又失望了？本王的女人也是你能碰的。王爷，他或许真是西陵三皇子。你杀了我，便没人能给他解开身上的蛊毒。所以你终于承认了，楚东一，穆其年才是我的名字。我是不是承认，对玄王爷来说有区别吗？听说你之前的腿是坏的。穆其年知道他们在渔村里的一切，他早就命人打听清楚了。他的眼睛原本是好的，他如此在意你，你却将他害得看不见。穆其年，你还算个男人。穆其年心里很是难受的，尽管他脸上始终什么表情都没有。西陵皇族如今乱糟糟，太子一党只手遮天，你的那些党羽被打压得一蹶不振，他们都不愿意相信你死了，都在等着你回去。而你整整1个多月躲在一个破旧的渔村里。玄王爷如此聪明，不妨猜猜为何？何必猜？不过是因为自己变成了瘸子，觉得自己是废物一个，回去也改变不了任何结局。更何况西陵三皇子连一个初出茅庐的李王爷都对付不了，在李王爷的手中连使2座大城，回去也是被耻笑的对象。所以你这个缩头乌龟便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，不愿意回去面对这一切。玄王爷果然厉害，连我的心思都揣摩得清清楚楚。若是没有2把刷子，如何配得上战神玄王这个称号呢？穆其年对他的赞美的确是发自内心的，他真的配得上南陵百姓的敬仰和爱戴。没错，那段日子我的确很颓废，直到他醒来，是他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。君叶璇此时的心思是极其复杂的，一方面很讨厌听到这家伙和顾云熙之间发生的一切，另一方面却又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2个人之间到底经历过什么。死女人为什么现在对穆其年就这么死心塌地了？他骗了你好几回，甚至想要杀了你，难道你就不恨他？原本是恨他，但说不清楚。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救他。如今再细细想来，穆其年还是想不明白，到底为什么会在落崖的时候护着他，毫无道理可言，但就是这么做了。你想要什么，才愿意给他解开蛊毒？本王可以给你将穴道解开，不过你若是还要挣扎乱跑，本王可不仅仅会给你点穴，还会强了你。不要伤害他，我会听话。很好。君叶璇在床边坐下，顾云熙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下意识地往床内侧躲去。不是说好了会听话？托本王，这么快就忘了自己说过什么？我不要跟你做那种事情。你原本是我宣王府的人，但我不是你的女人。他们叫我黎王妃，而你是玄王爷。君叶璇皱了皱眉，有些气闷。哪个没眼力的叫他黎王妃？这事儿在他没有恢复记忆之前，实在是不好解释。
离王爷是谁？本王的亲弟弟，君楚离。你竟然……看到他这眼神，君叶璇只觉得头疼。哎呀，不过他现在有些累了。陪本王睡一会儿。陪他睡觉？顾云熙正要骂人，却听到君叶璇躺下去的声音，他下意识想逃跑。乖乖陪本王睡一会儿，本王不碰你。若是不乖，本王现在就将你扒光，让自己进去。这男人为何会累成这样？听起来像是许多日都未曾好好休息过那般。顾云熙在等，一直等，等到他相信君叶璇已经彻底睡过去了，他才小心翼翼地握着他的手腕。走开，你好重啊！他刚才说了什么？终于回到我身边。顾云熙怀疑自己听错了，这话听起来就好像是已经找了他很久那般，可他还是想要将君叶璇推开，奈何他将他搂得很紧，无论如何就是推不动半分。让他们给我安排一个房间，我不要跟你住在一起，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对你对我都不好。对本王有何不好的？不就是让世人觉得本王风凉？你以为本王会在乎？你不在乎，我在乎。哼，你在乎的，本王也未必会在乎。我不是在跟你玩绕口令。顾云熙越想越气，转身就要往门外走去。这时候你出去一步，本王立即命人打断穆七年的腿。不信你试试看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喜欢你，你强行把我留在你身边也没用，我真的不喜欢你。所以，你是想要告诉本王，你如今喜欢的人是穆七年？君叶璇的声音冷得仿佛来自地狱一般。你要做什么？玄王爷，我不知道你跟我到底什么关系，可我……你想做什么？他忽然感觉到腰间一紧，竟被他一把搂了起来，眼前始终是黑乎乎的一片。他带着自己一跃而起，迎着风掠走了起来。好香！你是不是也忘了，在这里，在这星月之下，花海之中，你曾主动在本王身上坐下来。顾云熙一开始没听懂，等听懂之后，一张脸唰的就变得通红。这人说话简直轻佻无理至极，可怕的是，这话、这语气、这态度，听起来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。他曾在这个地方主动那样对他，怎么可能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的意思是，想要让本王给你重温一遍？玄王爷，请你自重，你真的受伤了。这位是你喜欢的小金菊，为何不静下心来，好好欣赏一番？带我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看星看月。我什么都看不到。你这双眼睛自己没办法医治了？没有外部伤害，也不像是沾了什么毒药，不知道是哪些神经坏了，莫名就是看不见了。哼，当真只有穆七年能将你治好？也许，不乱反抗，本王不会动你。反之，自己琢磨。顾云熙顿时敢怒不敢言，昨天刚醒来就被他强要的画面还历历在目，一想到身体就特别的不自在，有一种他还在自己身体里的感觉。他下意识并拢起两条腿，君叶璇却盯着他的双腿，眸色越发森寒。三更半夜，孤男寡女，别随意做出勾引本王的动作。我没有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怎样？我不是你的娘子。这个问题，在你没有恢复记忆之前，本王不想浪费唇舌去解释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本王对你是不是有恶意，你自己能感觉到。只要你别动不动就那样。
那你最好别动不动就勾引本王，就如你现在这个抱怨的口型，像极了在邀请本王去浅尝你的小嘴儿。顾云熙真的想骂人，他根本什么都没做，好不好？是他自己精虫上脑，看什么都觉得像种蛊惑。生气？没有生气，开心的很。本王就知道，和本王在一起，你定会很开心。很想骂人有没有啊？这个自恋狂！妈妈，小九，你醒了，手为何如此冰凉？是不是冷？到底哪里不舒服？你快去请蓝渊先生过来。不用了，我没事，只是睡太久了，脑袋瓜有些不好使。的确是睡得太久了，从昨夜一直睡到现在，这已经是第2日的傍晚时分。顾如秋示意他看窗外，顾云熙看了眼，窗外天色开始有些昏沉，果然已经是日落西山的时辰了。小九，你是？燕北大人说你丢了过去的记忆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你是将军府的9小姐，而我是你的8姐顾如秋。先洗个脸，看看身子哪里不舒服，若是感觉好些，便下来吃点东西。已经1天1夜没有东西进肚子了，一定是饿坏了。但君夜璇走进来那一刻，目光却直勾勾地落在顾云熙的眼眸上。他下意识躲开，却忽然感受到一阵风袭来，下巴一紧，脸被他抬起来。做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能看见本王？我还是很模糊。君夜璇明显是有些激动了，捏着他下巴的手指头不经意间的收紧。顾云熙眉心皱了起来。小九，真的看见了吗？光线好的时候勉强能看到一些影子，现在……小九，这是你最喜欢的糖醋烧肉，多吃点儿。因为中间呢隔了一个君夜璇，所以顾如秋要给顾云熙夹肉，还得要站起来伸手俯身过去。给顾云熙夹完肉，手收回去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就碰到了君夜璇的手臂。王爷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不是我身上有药味，让王爷难受了？对不起王爷，我今日去捡过药，后来听说小九有些动静，还没来得及换衣裳便过去了。